目前接触到的志工群，我会发现呢，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特色，很能喝。这是个人感受哈，接触这些志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要喝很多，我实在是不太能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那我想今天的主题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3大志工组织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义消，那第二个呢叫凤凰志工。不过呢，其实凤凰志工后来改名字叫做救护义消了。哦，真的哦。不知道是不是全国，还是说只是有部分地方。那第3个呢，原本它叫做妇女防火宣导队，但是呢，它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宣导志工。义消就是协助打火的，救护志工就是协助救护车的工作的，那宣导志工就是协助做民众宣导的。好，所以首先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救护志工了。之前你也当过救护志工？对，我大概3年左右，还是3年多。你要当救护志工的话，你最起码必须要有EMT1的资格。对，你一定要考到执照，你才能够出勤。因为你总不会说我上去救护车，结果我什么样的知识通通不懂，而且还错误的知识，例如说叫你流鼻血要抬头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训练，你必须要拿到初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，就是 T1。那我当时比较惊讶的事情啦，是因为你明明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，居然还要叫你受 T1 的训练啊！我是当时比较讶异，可是后来想想，合理。我觉得受训练的内容其实跟医院有一些距离。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跟你讨论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，其实它跟急诊室的这个急救状况有很多的重视的原则不太相同。因为我们 EMT 会在比较没有那么安全的场域跟空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对于自我保护会比较在意。对，在现场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危险是还蛮贴近自己的，因为那个人是很激动的时候，手上又有拿武器的时候，你这没得跑的啊！如果是在病人家里，然后路又超小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跑？那甚至有时候是我在那边做急救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很多车子从我旁边开过去。对。因此，我觉得在某些事情的处置上会变得比较粗糙。所以以前我在急诊室工作的时候，我老是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就是很不干净，就很脏，包成这样，感觉很差劲。简单来讲，我们最大的这个落差就是伤口的清洁、消毒跟包扎。我们呢都清理的比较随便，然后呢都包得很丑。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环境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手啦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加上志工，现场最多可以用的人可能就3个人而已。那当然，我们讲的那个常训，当然也就是在训练一些救护的技术。协勤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会跟着救护车一起出勤。再来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义消。其实不管是不是义消，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所有志工都是这样，你基本的身份不能有前科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义消训练其实就可能会因为各个县市有所不同。基础训练当然也就是像你要部署水线、抢救的器材，例如说我们的破坏器材啊，或者是小型抽水泵浦啊，要怎么操作，然后还有绳结。义消其实每年会有一个义消竞技大赛。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什么消防员运动会啊，就是那个类似那样子。那我还记得我当消防队的时候，还是菜鸟的时候，有一年被派去协助一下那个义消竞技大赛的义消训练。那个时候学长就叫我说，你示范一下打逃绳枪。他通常都在水域的救助，很像火箭炮。我们要把绳索打到那个受困的沙洲上面嘛。那个枪管里面我们会放一个橡胶的纺锤，然后呢，纺锤上面呢绑一条细绳子，你就把那个纺锤呢打到对面去，他就会把绳子带到对面去了。那当时我们是训练嘛，所以他就在远方放了一个铁桶，把那个铁桶想象成是人，所以你抛绳枪要让绳子落在那个铁桶附近，砰，一枪打过去，纺锤呢就直接打中了那个铁桶，铁桶倒了，我命中目标。铁桶不是人吗？对，他说你把人打死了。我说对齁，我好像搞错游戏规则了。他说你要让那个纺锤越过受困者，让绳索吊在他身上，不是叫你纺锤直接就打中人了。所以其实当这种义消竞技，它会有很多一些这种操作的比赛啦，有点像是趣味竞赛。那实际上他在现场做的协勤工作呢，会跟警消人员落差比较大。救护志工他可能在救护车上面，他看到的，他所见到的，他可能可以操作的事情，跟正职消防人员没有太大落差。但是义消就不是，因为进火场危险性还
是颇高的。所以也不会让他们进火场。是，基本上你担任义消，大部分做的工作呢，在火场周边维持秩序，然后呢，协助这个警消人员在收拾设备，会能够踏入火场的机会，可能也是火势已经扑灭了。我们会做降温，会做残火处理，这个时候才会请义消协助来帮忙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宣导志工了。其实我最常接触的志工群就是宣导志工。宣导志工你要加入，那我们要上些课，你要去教别人正确观念，你自己观念要正确。所以他的一些长训啊，就是会教大家我们正确观念是什么。所以这就是我常常会跟他们接触的原因啦。我就常常去担任种子教官或者是长训的教官。那当然他们的协勤叫做居家访视，有时候像是一些政府单位办的园游会做一些宣导，这些会担任志工的人通常都比较热情。除了他们有各自的协勤内容之外，也会请他们出个公差，像一些春酒、一些活动要去增加人数的，场面比较好看这种情况。我目前接触到的志工群，我会发现呢，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特色，很能喝。这是个人感受哈，接触这些志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实在是不太能喝。我们有些学长呢，人家的外号可是叫做水库车的，那我就没这个能耐，我是摩托车而已。所以呢，没有啊，我觉得其实你也蛮会喝的啊。这个话别讲，这个只是跟大家讲一下。我觉得说我们看到这些志工伙伴、这些志工朋友，其实我都觉得他们是一些非常亲切的哥哥姐姐朋友。如果即使大家对于消防的工作有一些兴趣，但是又没有说强烈到说想要真的投身到这边，那我觉得其实加入志工团队这个大家庭，你可能可以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好处。这是一个体验版。对啊，有3种志工可以让你选择。对，任君挑选。对啊。对，那如果各位呢将来加入宣导志工的话，可能就比较有机会见到我本人啦。哦，对啊。好，所以我想呢，今天跟大家聊聊消防界的3大志工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对于志工有什么样的想象呢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可是包扎这个东西在医院你根本几乎遇不到，像肩膀脱臼，它有一个特定的包扎法。天哪，我根本就是从高中之后就已经没有碰过这个包扎了。可是在临床上你有一个8字肩带，套上去锁紧就好，非常简单。有点像是这样子啦，你现在的现代人已经会使用打火机了，就忽然间叫你回去钻木取火，我实在是钻不出来。真的啊，我觉得太难了。而且你知道我记得我有一次出勤，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机车骑士，他锁骨就断掉，手就抬不起来，所以他们就说学姐你帮我上8字固定，然后我说东西在哪里，结果他就丢给我2个三角机，然后我想靠怎么用啊？我已经忘光了，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不会用。